欢迎来到 KO 撞球教室，教你怎么 KO 对手。今天这集我要来教你怎么使用 KO 跳杆，因为呢它是3节式的，那我要来告诉你们怎么使用，才能够把它的效果发挥到极致。我先来讲解一下，像这样子算是长距离的跳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。这个时候我就会把3节都装起来，让它后面变得比较长。你在瞄球的时候比较接近于像在用长杆在打击的感觉，所以在瞄的时候会比较看得到点，这样子你会比较轻松。那我示范一下给你看。大家应该还遇过一种情形，就是像这种球型，这个时候应该很多人在跳的时候会很怕跳完母球会飞出去，因为力量太大了，母球会飞出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把第3节拆起来，用原本2节式跳杆的长度来跳，因为我们都有精心策划过了，用这样子跳，母球就比较不容易飞出去。那我示范给你看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也是要把后面这节拆掉，就是像现在这样子，母球跟障碍球它的距离很短，我需要母球要飞得高一点的时候，我就把后面这节拆掉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教大家一下这个跳的话要怎样才可以跳得比较高。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手有点拿侧的，拿侧的用意就是让你的球杆更垂直一点点。第二种就是俗称铅笔跳，这个我记得之前有讲过。用这样子拿好像铅笔的感觉，用这样子跳，那这个也是为了让你的球杆的弧度变得比较高，所以这样子你的母球就可以跳得高一点。那我来示范给你们看。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当我把第3节装起来的时候，因为它这样子装起来，球杆变得比较长，跟长杆打的感觉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打杆打起来感觉就有点像，所以我在打一些比较犀利杆法的时候，也会比较轻松，会比一般的跳杆会来得轻松一点。那我示范一下给你看。因为它装起来3节式装起来，它力量会比较大，所以你的杆法只要下好，像这样拉回来也不是问题哦。有看到这颗7号是直球吗？那我现在要打一个超高难度的杆法，我打进之后呢，我还要下一点左塞，让母球横移过来这里走到8号。看完了这些跳球，是不是觉得不能没有它？如果你还没有它的话，但你又想要拥有它，就欢迎到我们的影片底下，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科氏兄弟，到那边留言给我们哦，我们都会回复你。好吧，那如果你今天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那记得哦，也要到我们的 IG 以及脸书帮我们追踪起来吧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